哉？故言不得妄，象亦不可妄也。有志之士，因言物象，象得而言自妄，非言妄之可嘉，乃得象之足许。因象物异，异得而象自妄，非妄象之有成，乃得义之可贵也。象者圣人明义之用，非众象而轻易。苟得其意，则象可有可无，且由一象可推至众象，象之不负众也。明矣。言者圣人是象之辞，非众言而轻象。苟得其象，则言可详可略，且以一言而引申万言，是象得而言可妄也。亦明矣。故妄言者，必以得象；妄象者，必以得义。苟得义矣，义与心通。古人与我一致，今亦可服用。岂尽言象之妄矣哉？然而未容易言也。浅学之士，象之不识，必假图于言；义之不明，必借镜于象。此又可断言者。故无谓之深曰：言象犹全与题，未得于兔之用耳。苟得于与兔，自忘全题；若于兔未得，安得不求之全题哉？此欲信以切矣。而后人犹不知察，谓无谓扫象，有失精致。夫岂无之所料哉？立言之难，于兹易信。夫亦圣人之作以立教也。教人知天道人事之常与变，立身处物之顺与逆，非谓文章也。天不爱道，故龙马富；正人不爱教，故尧是养。然图出龙马，为天道所忌；象成卦爻，为圣教所存。今若执龙马以论图，而忘天道；执卦爻以谈象，而忘圣人之教，恶足以尽图与义哉？故天下独异，曾不知义之用，尽人习象；曾不得象之用，以失其精而逐于末。虽辩匪智，虽才匪道，小小合意，孜孜奚味。此为编三绝之志不传，而传词十义之文图颂也。夫义之初，仅有图画，其象至简，简以示繁，故重在通其变。一象而万变，一卦而千历。苟不会其意，则将虑天下读者死于象下，而莫明其神用矣。言之初亦胜卦，后胜以未尽也，未续之。于是言有一词，文有异义，贵通其变耳。言有难通，必求所出。言出于象，一象而万言。今若不求之象，而逐于言，是虑天下读者穷于言下，而不得其止归矣。是故习言必尽于言先，则为象之求未得；习象必尽于象先，则为义之求未得。得其义，则圣人之教了然矣。是谓探本之论。不然，义岂义明哉？徒熟于辞章，工于训诂，
同盟之事也。岂学士之所恶乎？故民亦必求义之用，习亦必推圣人之心。圣人之心以象通之，以言循之可也。谓言与象，即圣人之心，犹未达矣。故以象求义，以心应心，耀焉如明，昭焉如神。天道无垠，圣教永兴，非学者之所至乎？且夫义之为书，自伏羲氏始，其实上古，犹在道化之际。人皆乐道，物皆顺身，为清净之所宗，道德之所重，绝后黄老之学所本也。故义之教，道教也。伏羲神农皇帝启之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成之，圣圣相传，宗风未坠。虽变体有连归之意，而本象人乾坤之名。虽致用有先后天之殊，而原始要中西气数之序，故一亿万。
用万书一本，即丁周易出自儒者，而名类图说，犹存于道家。外象天地人物之身，内应性命神行之道，其一致不二，至中至和，不独通中庸中和之言，亦可证道德报义之旨，故无儒道之分，老孔之别也。故在儒是亦为六经之首，明信道之源，为立圣经一心传，孔门为言所见者也。若自道家事义，则干道性命各正，更向内外通止，清净无畏，则屡迁之急；顺养报一，则坤训之宜。盖自上古真人之修，垂为后世道家之教，其言语象，足与黄老之书表里，庄烈之说印证者也。故义之经为直通天人，庞达一切，立圣成德，诸家立言，莫不归本代宗，朝宗海弱者也。故谓亦为一家之言，无宁为诸教之经，谓卦为伏羲文王之作，无宁为上古传真之本。此非可于言文所尽，象爻所得，必进而求其义者也。故义之为学，真乎言文，不过谓之节之求，同盟之所至也。直乎爻象，不过谓物表之拟，比例之所为也。欲通其意，会其规，得其情，圆其始，则必似置于言象之外，而玩所乎圣人之教耳。且夫意象本于河图，卦爻分于太极，河图之数，成于天地，而五行元二气也。太极之分，化为阴阳，而两仪人同一宗也。推其变，则千万无尽；究其源，则一致有归。此真义之意所由来，而要中之辞有其故也。今之言义者，不图其理，妄拟其物，不会其规，妄揣其知，越迟越远，不得其宗，则茫无纲领，越推越分，不知其要，则好无涯肆，在此言此，而莫通于彼，以卦论卦，而不彻其用，虽言之若有物，而审之中模式，此亦道之混沌，而今义之分云也。夫善为言者，必先其纲目；善为事者，必正其本末。天下虽大，不外于道；人物虽数，不离于身。以简喻之，则智有余；以分理之，则力不足。故老氏贵守一，孔子贵治中。中与义皆天下之大本也。得其大本，知业从之，治其中一，变化见焉。虽卦有多变，爻有多利，象不可尽，而气义也；言不可穷，而术义也。气数可通，神用乃见。故智者察上，愚者察下，明者得精，昧者得粗。悠游清净之门，则天地渺焉；
永味淳朴之香，则生化寂焉；心于自然，则与天同道；乐于太虚，则与道同用。圣人不以文为美，不以多为胜，不以物治其神，不以术治其器。虽有卦爻，非以卦爻苦人之心也；虽有图物，非以图物故人之性也。故象以义利，象有尽而义无尽；象以严明，象有规而言难规，以其物也。非神之类，器也；非道之门，则假之为图可也。非止于事也，屈之为导可也；非至于事也，因其性情，明其顺逆，为诡以测日耳。非诡即日也，为度以量的也，非度极的也。故学者当至于上，而求其本；勿逆于下，而忘其境。先圣之治，后圣之师；先民之行，后人之法。果求而进，则言象俱在；物至于德，则言象亦徒然耳。是之君子，当不和汉私语，宗主书数，易经中最关重要，而为汉宋诸家争执最烈者，则先后天是也。夫先后天之名，由来已久，唯宋以前儒家未言及之，所传者皆道家也。至宋周少诸子得之道家，众谓权势，于是先后天亦谓儒者之口头禅。而汉学派则非难之，谓非经中固有之意，非孔门传授之词。公节纷纭，莫衷一是。其实先后天云者，意象本来有之，不独意象有之，即凡天地间事物，数与气之推迁变化，使与未知地善往来，无一不有先天与后天之分也。就意象而论，自伏羲出画八卦，后之纪者，有连山归藏周易，其事记忆，其用一书，则其名与义，自有前后之差，而其体与用，自有正变之别，则虽欲不为先后天之分不可得也。易之言曰：先天而天福为，后天而奉天时，则先后天之名，故非后人所臆造者。就易卦象而辨其为先后天，故以名圣。从易文辞而推其属先后天，亦以者圣。所惜秦汉儒者，未尝错义，不为著名，未尽以降，扫象之习既行，则关乎此类名义，更无人说起。此易学之荒废，象术之失传，何宜乎道家独得之真？故先后天实无可非议。所要者，在先后天之真正诠释耳。夫先天后天者，以文字言之，则亦前一后之意也；而不曰前后者，则以其非仅前后之殊也。盖虽前后，而于中生变，有前后界，无前后之行也。如以八卦论，由伏羲之至上干下坤者，
一变而成文王之治为上离下坎，是也。夫离坎故伏羲卦中原有之象，而异其地位，则非复原有之用也。故离坎代乾坤，而乾坤退于位之象，虽由伏羲原有者一异，就亦与伏羲原有者大异其趣，故前后之间以大变矣。由之昨之与今日，时虽同而其次已不同，则不得不更细之以明，而知其别，使人易识也。故名之曰先天后天者，名其大别于一天也。古人定名必有其意，其曰天者，指其象之大也，是其时之久也，名其数之广远也，识其用之悬殊也。故曰先天与后天焉，亦知本天道而演其气数也。人物生化莫不根于天，则凡类此者，皆天之属也。先天者先乎天，言在后天之先也；后天者后乎天，言在先天之后也。虽同此天之名，而异其次，则先天与后天，非首末始终之比也。故名之先后天，而不谓之为前后也。夫先后天之为名，既如是数，则其所以借此二者，必依势利，不可苟也。如卦之先后天，以文王未出于伏羲，而异于伏羲，故得名以先后天。若非如是者，则不得名之也。文王之意，虽全与伏羲卦同，而其地位不同也，其次序不同也，其首末始终不同也，故其用不同，则虽同一卦，而各异其意，此由同而异也。然名故同，象故同，气数之消息往来故同，人天之皆应和故同，则虽异其用，而其体人同，此由异而同也。如是则无异也，不得谓之先后天，无同也；亦不得谓之先后天，惟其由同而异，由异而同，方谓之先天与后天。盖天自是其同，先后是其异，此命名之精，有不可不知者也。夫先天后天之别，亦有可得识者，则由于气数验之也。大抵象之所观，皆气数之所致，而其属先天者，在于气化；属后天者，归于形身。凡由一气所分，一之所判，统系昭然，生化不乱者，皆先天者也。其由二五构精，阴阳交错，有合则化，有偶则生者，皆后天者也。故先天之象简以纯，后天之象杂以繁。先天之生化纯乎自动，后天之生化必以和。故原生之物，以本体自分而未生者，先天之类也；形生之物，以雌雄交合者，后天之类也。其如卦象，伏羲之卦，由乾坤分出不相错，故谓先天之象。文王之卦，
以四正四余交错来往，故谓后天之象。八卦如是，64卦亦然，其为先后天界限分明，毫无疑义，并非图以前后言也。由是推之，则天地以下，无论事物，苟有气数，莫不有先后天之分；苟有生化，莫不有先后天之意。不独意象然也，能明此理，斯能明先后天之名与义，而不制作无谓之争执，谓未达之功结也。图像，宣圣讲义，义之为书，自来仅具象图，无文章也。至唐虞以后，始由象而增以字，由言而演为文，文字既传，图像反会，此则后人舍本逐末之过也。要知伏羲画卦之时，未有文字，而语言可口传，不可记录，仅以图像载之版册，而将意义传于语言，果不得其师，则不明其意。图执图像不能通其用故也。然既有图像赋的失传，则虽无文字可诵，而仍有语言代世，其传不失，所资于图像者大矣。即用文字之后，则意义均宣于文章，图像之玄为反不若文字之明显，故文章日多，而习者不知重图像，图习为文章演讲，文字训诂，不复从图像中究其精深，弘其体用，盖自周秦而后，亦知图像已见亡矣。然今之所存者文字，由文字而能探义之用，亦由古之仅有图像，由图像而能尽义之意，其得失颇同，要皆偏于一端，不可见义道之权，是以欲明义教，必兼图像文字而并重焉。以文字是图像，则无呆思索之烦；以图像正文字，则不蹈虚书之弊，是义之为书。二者不可缺一也。今日之义，多有详于文字，而忘图像。虽卦画犹存，而图像不备；兼有补者，而不得编列之序，不解体用之道。虽有其图，不充其意，是皆一本之师。兹既讲义，当先正之。彼图像之用，与文字同，文字之精，与图像合，则习是书，能直探古人之心，而有以昌明义教，其所益于世，亦大矣哉！义之有图，自伏羲以来意见加多，至周大备，秦汉乃遗之，连山归藏义，皆由图以别其用者，无图则不知有何以义也。古来图像，皆为计气数之变，明天道之用者，故曰图谶，以其明未来之事，和神鬼之吉凶，为占卜之所凭依，是人祸福修救者也。故图与卦同一用，虽简略不文，而足以计数明辨，如河图洛书是也。一切图像，皆始于河图洛书，故二者为图像之祖。
亦卦之所本也。易之图象，自不外合图洛书，而合图洛书，非独易所有也。易之所有者，如太极图、两仪四象八卦图、64卦图，及伏羲先天卦位、文王后天卦位、64卦分合变化诸图表，与卦象生化、卦气奇偶、卦用分合，其余合日月之度，参音律之数，纳干支之气，明师归之情，以及各卦变例，序卦次序，天地人之位，来往之时，各有图表以记其用，皆同合图洛书，谓易之图象也。其间既经遗失，不传已久，后人虽补之，有未能合原本者，应逐一审定，明其次序，以为习易者之途径，亦以少数古译本之精神，读者其留意焉。宗注附注，夫子所指图像，皆易经原有而失传者，古本亦仅有意象与图，而无文字，后人加入文字而遗图像，是舍本逐末也。不先求图像，则不知易之由来及其变化，虽读经传，不过为记诵之用，而不能直探天地造化之源，人物生成之本也。故夫子谆于图像之审正焉，考古本义，凡于先天后天之异同，及伏羲文王连山归藏易之分合，皆自图像辨之。若舍图像，则皆浑然莫别，即如先天方位，与后天不同，非有图名之究不知何谓而已。且卦爻中之文辞，何以10,000及本卦爻之外，而其变化更何从推溯？此皆必由图像证之，方得其究竟也。不过易之图像，有必要者，有次要者，有无足轻重者，自有统系可循，体用可别。若杂列无章，不知其精粗轻重之道，则人不能全易之妙用。如太极两仪，为卦所自出，则最先之物象也。方圆诸图及卦之变化分合，则自卦出，为次要者。其他错综诸图，皆不过广卦变之例，为攻习易者之参讨，非易中必者之图，则列之故佳，不列亦无大害。斯但举其一例，即可推其余，有不必尽录者也。此系略述一端，非为所有图像，尽在事例，要当于讲习时指明之耳。大凡图像为艺术所示，气数有大小之别，图像有轻重之观，天地所自始，人物所自生，皆气数大者，其图像至重要，因非图像不得明其故。如合图洛书，谓气数之本源，若不知之，终不明二气五行天生地成之理，其所观亦较至具，且谓亦极精微，除非后天中一物一事之可比拟，是则习亦必先通之，而不容少忽略也。
故观诸图像，为习义一大事。虽经传遗名，而图像亦当熟记，非仅文字诵习而已足者。后之读译者，其注意思旨，复甚讲述，义之言道，本契语数，而习义者，必求之象与图，前以言之矣。一言气数，纯本天地自然之象，由一年也。自春而夏而秋而冬，为二气所周流，成40之往复，以分言之，谓月12，谓日360。而其气则有木火土金水，与太少阴阳之类，其数则有40。12月，上中下3旬，各日之名，皆以记其气数所致，而使人知天道之流行也。例如7月7日，其数皆阳，而时属秋，其气未经，而直属阴，以阳喻阴，为配偶之象，故有天孙合谷相会之事，应其气数，以为节令，非无稽也。一年各月，均有此气数合直之日，均为名节。真其数则知其气，参其气则知其象。故象者，在天有其景，在地有其形，统名之曰文。莫非天地之象，而莫非气数自然之序。故星辰日晷，水道陆行，皆有定度，圣人则知，以者未交，而后人知天地之事非荒渺者也。唯义最详，以其本气数而视图像也。故习义必自象与图始。天地虽大，义则至简，有以知以见，推于谓之未见，无不合也。故览图像，足以尽天地之妙，通气数之神。神也者，思气数而载造化，天地万物，莫非自神主之，故义之为交，以神道中始，而义之图像，即始于龙龟之图书，以明其神用也。神用无极，神德不测，故义道无穷。义之妙用，必由图像始可以参之，往复生化，奇偶变迁，皆图像所示。智者见智，仁者见仁，则图像者，正如天地之交，朝朝在目，而欲穷其极，虽甚至有不逮，是在学者善体会之耳。宗注附注，义图分2类。一类，义中固有之图，如伏羲先天卦位文王后天卦位之图是也。一类，义外之属而关系义者，如河图洛书各图是也。此2类者，皆讲义必用之图，以其之名义之数象，使人义名也。此外又有义用之图，如者龟之数，纳甲纳阴之序，与合日月七阵之度，岁时地理方位时令之序，皆为推广义用，明变化而行鬼神，为后来卜筮堪舆择日，及依巫方纪家所本，与五行生克，八方望相为后人6丁，
其门遁甲之说所自出，与道家兵家之用同，而莫不本于一之象数者也。言其至今，则内宫皇庭修养之道；言其实用，则日用及凶趋避之方，皆必真之于义，而后合于天道也。故名此类曰义之辅义图，因是义之实，似可勿用，而即义之用，以穷天人之道，则不得乎之也。故义之图说，应分三大类：首则述义之源以溯其始，中则明义之道以阐其所运，中则推义之余以广其用之神，而尽其道之全也。盖义之为图，自来无多，中经脱略，更不足全其用，今必为补之，使习义者得明义道之大，而知义用之切于日用也。故图所录，必是所需，苟非必载，则勿多录，免后人不明图之用，而以为无关轻重也。宗慎讲述，图像者，义之所以是其物类与气之消长变化也。如干之为干卦三爻图，坤之为坤卦三爻图，而乾坤合为泰或否，变位复或构，则成其象如泰位，泰卦六爻图，以乾在坤下；如否位，否卦六爻图，则坤在乾下。观此象，则知二卦皆乾坤各半合成者也。又如复位，复卦六爻图，以震在坤下，震位长南，一阳出生，干交坤而成震。构位，构卦六爻图，则巽在乾下，巽位长女，坤交干而成巽，亦乾坤出交之象，为阴阳出变之机，则观二卦之象，即可见乾坤交合相生之类，必以阴阳为根。以阳者，合阴则为义类，而交阴则为义物，由其气之变否观之也。太否反类，天地义，复构，义物，乾坤已变，故乾坤之合，不谓之义物。以气虽反而未变，若既交，则变矣。如巽正为乾坤所变，其气与乾坤殊，故象异义，则观象可知气数，而得象可辨物类。虽千万变，犹可寻所，只在就其图像，而真其中始耳。故欲知义之名物别类，必先审诸图像，夫列图观象，以探其本末始终，必先察其体用，及其变化，而由大及细，由卦及爻，由内及外，由出及中，必求其所生成消长之数，盈虚变异之气，而更比类及物，观其中爻，校其互卦，以与本卦参，而后可得其故焉。盖图象者，以物示其气数，非一物一名可以尽之，必求其始终，及其变化，而后知气数之所至，与物类之变，性情之分，各得其真。如天也，非谓苍苍其色已耳，
知天者必考日月星辰之行，风云雨露之变，神鬼之德，生物成物之道，而后的天之为天也。故观卦必珍诸一切，必因其生辰来往，而定其吉凶祸福，则由明其情性，知其好恶故也。所好者吉，恶者凶，所生者福，克者祸，故必详求之，而后可言占验也。夫图象者，如地图焉。习地图者，必明其地之所在，即明物之所出，并其山川田野之势，连接境界，道途远近，人物之所安养，皆熟知之。若仅闻其名，则何益于用？故察卦贵明其用，而列图观象贵详其变，非仅识其名，记其形，即足也。且观象重在观其变，生成变化，为天地自然之术，天地既奠，凡物均以对待而生。对待者阴阳也，有阴必有阳，有生必有死，故有名必有对待。生以死名，长以消名，善以恶名，美以丑名，以形而成故。有此即有彼，即由一阴一阳之相偶也。故阴阳者，非指言气，凡对待以明者，皆阳之类也。人执阴阳为气，与不认有阴阳，皆不通道者也。果无对待，则无阴阳；如天地之先，则无阴阳。故太极既立，两仪随身，曰气而曰仪，即明其类，不限于且。无论事物实谓之名类，皆有阴阳，故以仪名。仪者，言明而示义，指物而辨情，亦由象也。凡物皆有两象，故太极之后，必生两仪，而易卦之变，必相对待，如乾与坤，坎与离也，其序也，亦由对列而成。观其对列之象，知阴阳之错行而不稳也；观其变异之序，知阴阳之交合而不乖也。大知立天地世界之生成始终，小知立人物日用之起居作息，其数不可议，其气有必至者，故必列图以观，详其始终变化，而后得其性情物类，以治其用，绝非昧昧者。夫于一卦一爻之辞可求者也，亦以乾坤终始，而溯源太极。乾坤为两仪之最大者，亦为万物之最先者，故能始终万物，无不包容。八卦，64卦，384爻，无非乾坤卦爻推变而来，虽64卦，变自八卦，而八卦之六，人分自乾坤，故乾坤为一门户，意义之总书也。干道向天，坤德向地，乾坤即天地也。天地之德，以人而彰；人之德，鼎立天地间。故人道立于乾坤之中，
而合乾坤之德以成人道，干道成男，坤道成女，而人道遂始终于咸衡，与济未济，以明人与天地称三才也。由卦观之，先天属艮，人道所使；后天坎离，人道之用，皆在乾坤之中，以维系万物，而共负载之德，以谢理阴阳，而见中和之功。故观意象当以人道为主，如终极既见，则万物咸宜。此六爻之德，以中爻为重也。大抵圣人以义世交，守重人道，虽尊天地，兼万物，而以人终始之。故曰：天地大义，人终始。观象习义，必求乎人道所存，而后圣人之心可见也。夫义者，是人以变义也。以天道之变义，定人道之变义，以人道之变义，合天道之变义。故以天人为言，天道至为，人道则显；天道无位，人道则勤；天道无名，人道则重。位类极殊，而必其之义之，此所以谓之义也。由象言之，同此八卦，而体用书；同此六爻，而动静书。由数言之，同此九也，而老少书；同此六也，而上下书。故谓物简，而谓义重；谓名义而谓类多。得其本末，则由义及万如解所；不知其由，则处常应变由处翻。故习义者，于义外求义，以尽其变；于象中分象，以通其神。而后的圣人之心，垂象是交之意也。观象也，必观其来往动定，必辨其分合交错，必类物以别名，审情以辨性，而不失其中极焉。盖卦象以一象众，亦由言道以一喻万。终极者，义也。义以贯之，方谓之通。故变化者本于不变，动由不动，生由无生，必先明其故，方可以直象用义也。夫直象观义，辟之观其何者生，何者死，何者进，何者退，皆应了然胸中，洞明目下，使得其深刻变化之用。如乾坤二象，原属阴阳大用，而干之大始，坤之成物，一生一成，一始一终，皆在象中见之。盖阳生阴成，阳始阴终，此气之自然者。阳数用9，阴数用6。9为天数之终，6为地数之始，合图之利也。以阴代阳，以始至终，循环往复，以成其用。此数之自然者，合气数观之，则知象之生，死进退，分合消长，无不明了。故曰观象之术，观数之气，数成于气，
象见于数，由上言之，名气出于道。得道之士，不言数象；由下言之，则气无形。复数以形，数无执；复象以成，不求于象。安知气数？亦逆数也。由下推上，有以知求谓之，故必自象始。此圣人教人观义之道，以中人之志，必如是也。若不明象，何以探义？又何以探天地之妙？万物之则哉？故观象贵精，悉亦一系也。河图歌天一生水的6成之地，2生火天7成之天，3生木的8成之地，4生金天9成之天，5生土地10成之一，6在北，27居南，3 8居东，4 9居西，5 10在中。宣圣讲义，义传曰：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。此言河图洛书所由来也。天地之间，运行者气，计量者数，显示者象，而主其中欲之以合度者道。道兼神形，气数则神之见也，象则形之成也。凡天文地理，可计可指可明者，皆不在此3类，而皆不离乎道。河图者，天地自然计数所赋，而成其自然之象也。盖天地变，神形全具，有其气者有其数，有其数者有其象。河图之出，以象之显也，其象之所示，则数也；其数之所在，则气也。气有阴阳，名曰两仪。言既生成之后，必有此两者之职，以为其成物之本也。两仪化合，遂分为水火木金土5者之气，名曰五行。言两既化，必有是5者流其间，变其性，而别其类，亦物之始成所秉者也。两仪既见，五行乃明。2五构精，万有始生。此属天地物生之本，莫之能外者也。五行之气，因2为5，虽5人耳，然言其本质，必自5者始。后人或云为4，或云为3，其义大同。究不若别之为5，是合天地自然之气与数，是正之河图，可见其旨意。河图之中，点化成象，自一至10，各相连而不混，相而不关，其数之自然，足见其气之自在也。气之动也，以2气之分合而后化，故生成之数，必属于天地。天地者，2气之所主也。物之生化，以5者为类，而水火木金土以变以明，以成其五行。水火木金土者，五行之所主也。故河图之数，生成自天地，而名类止于水火木金土，而天下万物莫不尽于世。是故河图之象，即天地生化中始之图，其气与数，
即天下万有分合变化之本，斯所以为天道之所也。而圣人则之，应以明天道，以立天下万有生成变化之规，而数之为义，则合图者义之所自仿也。易传曰：天一的2，天3的4，天5的6，天7的8，天9的10，天5的数5，五位相得而各有合。天数20有5的数30，天地之数50有5云者，即合图中之数也。合图以天地统全数，以水火木土分配各数，而建立天地万物万数之本，以明天下之物，莫不有数，莫非生成于天地，而得其气与数以成其气数。自合图言之，则气数者自然成形；复言之，则气与数皆出自天地，盖天地亦在此气数中也。未有天地，气数已聚；既有天地，气数周流，以成万物。故气数者自天以下，莫之能外也。今言合图气数素始于天地，盖自有象言之，即自天地建立以后，而推溯万物生化所本，万有气数所由而已。图中自天一至的10，谓数之根本，一生之根源。天一生水的6成之，则言水之生成之由来，以天之一合的之6，而后水之生成始全。分之，则水者得天之意以生地之6以成。天生地成，是其气之备天地也。天一的6，是其数之该天地也。而水已成，此五行之一。所自生也，火也木也金土也亦然，而土为其中心，故50在中。水火木金4者，皆依乎土以立也。如1加5为6，故水为16； 2加5为7，故火为27； 3加5为8，故木为38； 4加5为9，故金为49。土则5加5为10，故土为50。此数所自合也。天之数5， 1、3、5、7、9的之数5， 2、4、6、8、10生之数5， 1、2、3、4、5成之数5， 6、7、8、9、10其分也皆5。5则中央之数，中而不偏，动而能合，中合天地之道，土之德也。故五行皆以5为其根，皆立于土以为生，此自然之序也。天数之类为25，即1、3、5、7、9之和也。的数之类为30，
即2、4、6、8、10之和也。二者虽分各半而数异，则既身形之后的天者不足，地者有余也。天地之总和50有5，即25加30，以成天地生成全数。为大衍之数而余5，5即中央之数，二气之权，五行之本，为天地数之妙用，即河图之中，天地之心也。名此五数之妙用，则通天的之数，直见天的之心，而万物生化之序，无不明矣。故一至10者，天地生成之数根，而5者，天地生成数之终极。此河图4列各数，而独以50建立终极，其旨趣之为妙，有不尽矣。五位相的各有和者，言数各5而一和，使能治生化之用。如一天数也，生数也，6的数也，成数也。二数合而后水已成，以合则前数化，心数成。16既合，天地之气已化，而水乃成。此由数之和也。水之成分，的天之一，的之6。故水中所含者，属天者1，属地者6。天地既化，水数乃见。凡五行之生化皆然，皆由二气之和也。五行亦有和矣。如水与木，木与火，火与土，土与金，金与水，各以其和而生化万物，则各以其数之和而生成心数，故变化至无穷焉。然二气之和与分，恒相得，五行则或得或否。如水与火，火与金，金与木，木与土，土与水，皆相害相制而不相得，则数因之意有相消相除相加相成之意。其相的也，则生成之；其致害也，则克化之。由其数验之可知者也。故天一宇的6合，一阴一阳，合乎道也。若天一宇第2，则不能生成矣。若天一宇天3，更魔所生成，以其不相得而不能合也。故生化之序，必因相得而后合，合则生成之功见，不得则相反，反则变化之数成。故天一至的10之数，10包举天下生成变化之数，以至无尽，不可计及，而莫外于合否2字。由是可见天地造化之源，万物生成变化之序，皆在河图中，辗转推求，以穷其气数所致，则无不知之。如天一的10之数，10数之根，二气者，气之本；五行者，万物生成之本，皆造化之始基，天地人物之原直。由1而2而3，而后万物以生以成，其道故昭昭矣。2者两仪，3者两仪合化五行是也。2、5构精，妙合。
而凝，天地应运，万物化纯，此由三而生万物也。故河图天地之数，生成之本数也。五行分合之数，万物所自生化之本也。由其未言之，则暗乎天地之定序，南北东西方位，而相得者也。故16以水居北，38以木居东，27以火居南，49以金居西，50以土建立中极，以应四方而通天地。此的谓世界中心，凭之以测天地之生长万物，所谓极也。天地之极，极数之中，极五也。河图言50，若书则仅言5，以5以足该10，10即25。天地根数，知存纯数，不物及其余盈。故言5而土之数已足，不似水之必兼16也。其所合也，往往因其生化见之。故16之和，27之和，皆夫自然之序，而5与25之时，犹可见矣。若言5则10以见，虽35、45，仍不失其5，故不必争于陈述，而以知土之数之为15，盖以天之5的之10，合而言之为15，去其10仍存5，此5数是土已足，其数虽异而内藏10矣。此为言数者所当知也。河图之数，以2数合而成一象，故10数合为5，以成水火木金土，为其和也。有变化见焉。以6为成数之始，又的数也。9为天数之中，又成数也。2数识天地之主数，故一乾用9，坤用6，干天也，阳也，坤的也，阴也。阳数用9，阴数用6，此中亦有自然之序存焉。是就河图观之，自北之阳数1始，转东之3，南之7，西之9，与中央之5，其次自然顺行，谓1、3、5、7、9，是阳数，是一中9，9则阳气已极，曰极阳，亦曰纯阳，故干取之为用。在旧图之阴数观之，阳中则阴始，阳数中于西方之9，即交于痛方之4，阴数自4始，转而南之2，东之8，北之6，和中央之10，其次亦自然逆行，为4、2、18、6，是阴数始4中6，以6为至阴，阴气亦集于6，故阴数用6，以与阳9相接而正相得。盖以图平列其数观之，阳之数自1至9，阴之数自4至6，自成一环，不殆一义。阳气方中，阴气即起，阴气辅进，阳气即生。阳老于西而阴即始于西，阴极于北而阳即始于北，二者相环相合，以成五行，周流无尽，以遂其生生不息之道。而天地已立，
万有以生，一切物事予以循环变化，此则大气自然之序，大道自存之规。莫之为而为，莫之至而至者也。为圣人则之，而至为义以象其度，而因阴阳之境，知乾坤之用在九与六，故取九六以代乾坤。权益无非由乾坤生，则权益之数无非自九六出。九在一极，阳爻图；六在一极，阴爻图。阳爻图与阴爻图即九与六，故卦中有阳爻图者，名曰九。如初九、九二、九三、九四、九五，上九是也。卦中有阴爻图者，名曰六。如初六、六二、六三、六四、六五，上六是也。人不知九六之来自何图之数，而不明用九用六语。阳爻图之为九，阴爻图之为六，知何意？时犹不习何图，遂不解九六之为阳阴主数。阳主九，阴主六，为何图中以明示之？亦虽言九六，未指所出，后人莫能解。故何图者，权益所本，欲明意象，而忘何图，以其场晃于文字间，而不得圣人取象之旨去矣。何图之数，阴阳之和变化无尽，而万物之气数，由此以见，权益卦爻，皆由此推移转变而来，以象天下万物万事。其始则人事二气五行而已。图中之象虽寥寥，而生化之物不可计及。不仅此也，就图数之次序而推及其未来与其过去，则天地未生之前，与世界变迁之力，皆可由此数以得之。盖数者，推之千万无尽也，加减乘除而已。或分，或合，或奇，或偶，各治其用。用无穷，则所生化亦无穷，要在知其用耳。乾坤用九六，为天地大用，艺术之总纲。由九六而生化者，不可计及，而不外乎终极。此图中以五为中心也。是就阴阳各数直列之，1、3、5、7、9与4、2、18、6，两者相偶而加之，其和皆五。此即天地之心，为阴阳二数之终极，亦阴阳二气之中和。天以此立极，世以此立殊，万物以此为纽。故并育不害，并行不悖，并生存往复不失其序。此神之所存，道之所见，而为义之终极者也。故阳者顺行而齐，阴者逆行而偶，而皆集于中午，以为主宰之躯，以行鬼神，而通变化。此所谓谓之相得而有合者，以其见中立极，而不失其次也。合图言数，本乎气，通乎道，识天地之精华，自然流露，
而垂象于人，以示其力，非偶然所执者，亦非怪诞难击者。圣人则之，而意象已成。言道者之所宗，言术者之所本，即一切方术，亦莫不由是以为推演之准，时人文所自始也。圣人在世感于天神，而图乃见，图为圣人出也，故欲深究图之妙义，必自圣人所作之意求之。义者依图为象，推演其用，其力固繁，而其出则合图之所见而已。宗注附注：夫子言至精详，盖阴阳二术相报相接，而合化以成诸术，其用则九六，以九为阳术之纯术，六为阴术之纯术，故也。是以九圣各术，其得数不变，以六圣之亦然，而他术不能已。至阴术逆行，人多知之，而使四中六，则往往不解，不知此何图明明次列之序。今是以纯阴数六，成阳数1、3、5、7、9，其所得数即6、8、12、4，恰为阴数之反。从左而右，则为4、2、18、6逆行之序，与合图合。又如以九圣阳数1、3、5、7、9，其得数亦恰为阳数之反，即9、7、5、3、1。从左而右则为顺行之序，亦合合图。又如以九除阳数1、3、5、7、9，其得数亦合其余数。若以九除阴数，其余数人同阴数。由此可见九六之用，与阴数逆行之序，皆属自然，毫无牵强。此所以为圣人取则而可证之合图者，此解近人颇有误之者，独谓之其本于合图自然之序耳。但其用心已足许矣。夫天地之术，皆始于合图，而阐明于义。习读者弃合图不讲，又因义传文字错简，前后脱略不全，遂不复之传中天一的2一段文字，细解释合图者，更不知所言关乎术之根本，囫囵吞枣，终不得圣人立言之旨，诚可慨矣。合图所含数理，至今极宏，不易讲尽，此不过撮其大要，为讲义所必知者。若专研数学，贯通天人，则当于此境而求之，以穷其变化，而神其用。术于天下之术，莫不了然。即推至过去未来，亦如指掌，则此寥寥实数中，有无尽之神妙在，大可谓专书以益其意，而传其道焉。又曰：讲义先自读解释，以示义之出景图像，并无文字可读也。然图像者非机械之类，含有深微妙用，亦如文字之变化迷境也。故观图像而能会通，则全部易经文义已在中矣。由之即图明而气之始终动静，以生成万物，虽万言不尽其韵，而图则皆在此圆圈中，一览无遗。
此其神妙之用，实非圣人莫能谓之，莫能知之。人苟从而穷究其故，以深会其微妙，方知古人图像之不虚作，更见易经文字之不殆也。今时人昧于道，忘其性，以经为之教，是为荒渺之谈，而造成乱世末节，形同禽兽，已陷于苦海，莫之拔渡。斯岂圣人所及料哉？大节且灵，至教将绝，大道不复，人类希存。有心救世者，要从义中推原治乱之故，而得其挽回之途。是则无人讲义，不仅为习古明今已耳，又曰夫子所讲五行相的有何之理？即土数用五之故，实为中国文化根本，亦即探索造化之源，指明气数之用，为一切言术者之所本。盖二气虽分，未成形也，必再分为五行，而后化成万物。五行之成，在天有寒暑风燥湿之令，在时有春夏秋冬四季之后，在味有酸苦辛咸甘之变，在色有青赤白黑黄之分，皆以五为例，即五行也。由之二气曰阴阳，曰柔刚，曰仁义，曰天地，曰乾坤，曰寒热，曰日夜，曰正反，曰善恶，曰是非，皆以两相对，是故曰两仪，而不限于气。五行亦然，曰五行者，是其周流无尽，合乎道之运行也。或属于气，或属于数，或属于时，或属于物，或属于事，不限于一类，故曰五行。两仪总其纲，五行任其目，为天地万物一切之母体。凡有生有成有形有名有类者，皆不得外事以生存常育，变化推迁，以遂其造化之用。二气五行者，即造化之枢纽，万物之胚胎，为天下之祖气，万有之特性也。二气以简而不能及生化之用，而即五行以成其错综变化之妙。五行以化，见疑其初始之真，故人托于二气，以成其主宰之神。故二五为生生之源，天下万物，莫不以之相为相系，并育不害，并行不乱，以成其生化之序。而世界一切于是出焉，乃曰二五构精，万物化身。此何图所指？必以五行配二气，以见天德之生成，气数之相得，而各有何也？至于五行之数，大都用辰数，而土则用申数，是观月令，即之谓土主中央，五为中数，而辰数之时，人申数之倍。二五无异一时，用五即足，且天地妙用，常藏时不用，故数老于久。若时则反变为一，以成其循环之道。故数谓有用时者，
以此土用武而不及时，学者须明乎此义，方明术之用。亦明天德之心在武，以武利己，合于中和之德，时中之道，其妙亦不可尽矣。弘教附注。此文至奥，不易释，必细参之。因何图识天道神秘之书，不得圣人不知其用。今将所有各术详加讲解，使人知中国二气五行真理所在，不可妄加子义者也。又此文就何图讲释，有未尽者，讲义时当再指明。古人精通天道，洞明气数，国家兴亡，皆早知之，即由义得来。今人不讲义，是为迷信，遂不审吉凶，而妄趋避，究不知孰迷孰绝也。宗圣讲述，夫子前讲何图，谓天地自然之术，其始终包万物之生成，万事之吉凶成败，故亦本此而世人以修养审存，趋避逆顺之道，盖莫非气谓之也。天地为万物父母，言万物必自天地始，而万物之生成的天地气，其数亦分天地之数，何图素物之生成，名五行所出，二气所运，而以数视之，其指深矣。盖气无形而难言，数有名而可计，故以数代计，数之所在，即气之所至，数之几分，即气之几分，以数之分合，而知气之变化，以数之顺逆，而知气之吉凶，其言数，皆言气也。气有阴粗，有动静，数有奇偶，有多寡，由数名气，则生化之机，无不知之。故何图识以数是造化之本者也。数之为用，自一至十，为一切数之本。无论何数，皆自此生化。故一至十之数，实包无尽数也。知其变化，不可尽于用，不知则不得其用。数者能视变化，而通鬼神。夫数既出于气，气有阴阳，故数亦有阴阳。阳其阴偶，阳属天，阴属地，以二者之分合，而万有以生成变化，不独五行也。而五行为生变之始，故举之以立万物。五者生变由数知之，必将数之奇偶，谓之顺逆，相合而生成变化，乃见。图中之1、3、5、7、9奇数顺行，4、2、18、6偶数逆行，而其合也，遂成1与6、2与7、3与8、4与9、5与10，各当其位，以生成水火木金土，依次列北南东西中，以是五者之所自出。本乎数之相的有合也，亦气之相生有成焉耳。故知一之与六，两数相得，而水之生成的天地之气若几分也。火木金土皆然。
皆由天地之气，奇偶之数，恰当得而也。故亦曰一阴阳之道，数之逆邪行，以循环终始。于是生化之道见焉，以奇偶之数，一阴一阳由男女也。而夫妇之道，即人生之始，人以男女配偶，而生息无尽；数以奇偶配合，而生化无穷。此即天地造化之妙也。故数之一三五七九，皆阳而奇；二四六八十，皆阴而偶。二者相得有合，而五行生成。阳道虚，阴道实，阴统于阳，阳包其阴，皆自然配偶，各有其序。故奇数合偶数，人为奇；奇数合奇数，反为偶；偶数合偶数，人为偶。以见阳之统摄阴而不可抗，阴之顺承阳而不可离。抗则害，离则乖，为相得有合，而后成其生化也。合图之数，天地之本数也，其用自其变化而生。五行之物，万物之根本也，其生化自其分合而成。盖有天地而后有万物，有天地之大数，而后有万物之数可计。故有序有类有名，而后成其德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，此德之见也。此道字，即指一阴一阳之道。言二气并行而不乱其序，则有数也。由物之成于世，高下远近，各如其分，此数之所见也。人之至于贤否，贵贱寿夭，各有其数，以定其分，而能守其分，安其数，是谓之命。亦命自天，知命者，安于天命之数，而不失其序，以顺承天生我之德，而养育其中和之气，是谓明道。道不离二气，知乎数而合于气，则成道之事也。故义者，言数以明道，达命以知天者也。夫义之言数，自合图始，合图之数，即义之数。如水火木金土五者，义之乾坤离坎正对也。由用言之，则离坎正对，分合水火木金四气之象，而更为土，此后天之卦也。若在先天，则乾坤正对为四方，而坎离在中，其气数各有所合也。以一六之水，为天地二气出化，二七之火，三八之木，四九之金，五十之土，皆依次而生成者。阳生而阴成，阴生则阳成，二气更互以生以成。五行于是出，万物于是生。其生化之道，不离乎此图之序；其赋予之命，不外乎此图之数。数之所在，即二五之所分合。凡属后天之生物，莫不由此二五之分化也。数有终始，
运行有序，命有善恶，道有先后，皆气之偏权有所合也。不合不生，故必合而有得也。此天地生化之妙用，亦世界自无入有之次第也。数之所合，易卦而外，则干之谓最易之，以其习见习闻也。天干之数，甲乙为木，丙丁为火，戊己为土，庚辛为金，壬癸为水，其数通也。地支之数，寅卯为木，巳午为火，申酉为金，亥子为水，辰巳丑未为土，其数合也。皆以五行分配，而相生相制，以成其生化之用，与图相同，故易卦有纳甲之意。盖卦象人或不知，而干之则易之。干之故无异于卦，皆以是气数之运行，二五之化合，或以卦示其象，或以干之系其名，其实皆出合图，亦由数算之代名也。因气数不易记，故易之代，而便于习究也。如甲乙属木，即正巽也；丙丁属火，即离；庚辛属金，即兑；壬癸属水，即坎；戊己属土，即坤艮也。而其为用，则与此稍异。以干纳甲人，是阳气之出动；坤纳乙癸，是阴气之邪行；正巽以木而纳庚辛，是木受制而后成用也。坎离纳戊己，以水火之用成于土也。兑艮纳丙丁，以金受火制，土为火生，各得其用也。故其数与原位异，此先后天之殊，体用之不同也。然此所纳亦有异同，则用者取义不一也。如归藏异乎连山，周易异乎归藏，皆后天之用，非观先天之体用也。其意详洛书中，河图洛书一体一用，各有职也。故在图之数，方位相当，次序无乱，与伏羲之卦相同，而为一切数之根本，有不异者也。图中之数，虽自一至九，而52数，却在中心，故分数10，应分阳数1、3、7、9，与阴数2、4、6、8相对以合，另提52数为中心力极，依阴数逆行之力，与阴数之始4、中、6，则1、3、7、9与4、2、8、6是恰相当，而生成之功渐，生化之序明，而52数亦正相当。若不如是，则谓与数失，阴与阳乖，不可生成万物矣。故1、3、7、9阳数，必顺次行；4、2、8、6阴数，必颠倒而逆行，此必然之理。人知阳数顺行，而不知阴数逆行，遂不明数之大用，此惑也。夫使阴数亦如阳之顺序而行，则1与2、3与4、5与6、7与8、
9与10，相对而论，皆不能合。更贺生成之功可言，盖必一顺一逆，亦依次，一道行，方能合其位，而成其用。而后1与4合，2与3合，7与8合，9与6合，5与10合，相得而皆有合，以成终极之数皆5也。故曰天数5，的数5，五位相得而有合也。言合乎5，即合天地之心。再道言之，即合中和之德，是人执中用中之道也。盖数10而为5，为5乃中，不得其5，即不得其中，不得其中，必有所偏，偏则害身，安能治生成之用，通天德之心哉？故五位之合，必依因数逆行，而后得之也。且阳顺阴逆，气之自然，逆之云者，对阳顺言，其实不过一往一复，一左一右而已。阴气源与阳对行，阳左则阴右，阳先则阴后，阳生则阴降，自然而然，非徒之有意也。如昼夜寒暑，互相推移，而日岁已成。若同一途，则一气独用，不复有生化之功矣。故言数不明可证于象，以象之明见于目也。今就图象证之，亦自可见。阳自一左旋至9，序位皆顺；阴自4右旋至6，序位倒逆，而恰合16、38、27、49、50之5行数，不殆一义。即此可知天地大数，不离阴阳生化之功，不外阴阳顺逆之用，而万物以生，万事以立，其微妙故非难测者矣。洛书歌带9履，一左3右7 2 4位兼6 8位足5在中央。宣圣讲义，合图洛书，同一数也，而象异，以体用之分也。天地生化万物，自其先言之，则谓不义者也；自其后言之，则日益者也。故有体用之殊焉。体者一成不异，是其极也；用者随事而异，明其变也。天地之大，万物自生，变化自出。体用之间为气数之所致，明其体，而后知其本源，明其用，而后知其变化。盖气数同而所以为气数不同也。合图者，气数之大体；洛书者，气数之变化，以不习之德，成无尽之用。此变化之力，有不可尽言，而洛书则举其代用耳。洛书之为象，亦由合图，生于2气，分于5行，本于天地之数，成于阴阳之类，而名一时异也。故合图之数众列5方，而洛书则平列9位。合图之物，阴阳合德，而洛书则互为推移。
其象之殊，及其取一之意，其物之别，及其致用之差，由是以合于合图，则体用以全，以正于义，则变化以见，非甚焉足以明之哉？若书象数由合图变化而来，其阳数自一而三，方位不变，自七而九，则互异矣。阴数则全与合图异其方位，盖阳体应用。若书为民用之图，故阴数大异。然自其次序观之，则一之与六，以众列，变位先后平行。三之与八，四之与九，二之与七亦然，皆平行也。以一居北，而六在西北；三居东，而在东北；九居南，而四在南；七居西，而二在西南。其所合人相的也。五之在中，本于终极不变之理，此所以允直觉中，谓道也。体故如是，用意不为，非终极之道，不足以喻之也。就书象言之，数之变化在于动，以北之一，东方之三，皆原位不动者，非不动也。先天之生化首为水，后天之生化首为木，其所变即在其位，故动而不动也。至南方七，变而居西；西方之九，变而之南。以后天金火互用，与先天恰反其位，故动而异其地也。以数序言，则一三者，顺行北而东，人前；而七九者，由西而南，则与前异。此由变化而分其用也。因数之序，则东南之四，而西南之二，与东北之八，而西北之六。其序以与合图反行，而其合乎阳数，则正相得。盖阳由一三而七九分作两图，亦由北之东，亦由西之南，以明四正之气，由相偶合也。而阴数则与之成逆行，亦由东南之西南，亦由东北之西北，亦分两图，以与阳合。其所行之序虽变，而所合之数不差，盖亦本天地自然之变化，而成其用者也。夫阳之与阴，为万物生化之本，有其必有其二。如阳数顺分而变位，阴数势必逆分而变方，以变合阳而成其生化之用。故一之三，七之九，为生成数之精然；而四之二，八之六，为生成数之伪然。今未得，生成之功见矣。且合数之，自北而东，自西而南，阴阳之数，各得其半，即有两仪生四。两仪生四象是也。阳由一三七九之一序分。
谓13与79两系，应由4286之一系，分而为42与86两系，以成其四也。故阳有太阳少阳，阴有太阴少阴，则1与9为太阳，3与7为少阳，4与6为太阴，2与8为少阴，以在数之始中为太，中为少也。以此相分合，而变化生成见，万物自是出，万数自是成矣。合此两系之数观之，谓1834。此自北而止于东南也，为6729。此由西北而止于南也，两数相从而正相得，以服天地生成之用，阴阳均平之数故也。盖左右两行，亦阴阳之道路，二者必求其平均。左之8与3，右之7与2，虽原来火木生成之数，而2与8则互换其位以相合。若不换位，则3与2、7与8皆相失，而生成之功不能见矣。故28易位而后阴阳之数已平，生成之功不改。此则天地自然之妙，不可不知者也。因此互换，如是相对之位，皆合而成实，即1与9、3与7、2与8、4与6，莫不成土之成数。洛书中央用5，而不见10，不知10之数，恰藏于八方，以相合而后得之。河图之和皆5，洛书之和皆10。名50为天地之心，土为天地之中，万物之本，其意至深切矣。夫洛书之象，民用者也。天地大用，在此图中见之，即义之卦象，亦于此图明之。南9北1，由乾坤变为离坎也。东3西7，由离坎变为正对也。东北之8，西南之2，由正巽变为艮坤也，而艮坤以其位焉。东南之4，西北之6，由对艮变为巽乾也，而巽干守明其用焉。此皆意象所自仿也。盖合图者体，合伏羲之卦，而韩文王之卦之变者也。洛书者用，合文王之卦，而存伏羲之卦之体者也。二者必互观之，方明其意。以天地之生化万物，由易而众，故由太极，而两仪，而四象，而八卦，即由2气而5行，而9宫，皆由1而2、3而4，自少分多，自寡化众。此生化自然之象，而图书所示之力也。以生化之始，不离于一，故生化之众，不失其中。有此终极，则千万变化不乱其序。此中央之5，永不异者也。而其他象数，则随气数所致。2、5分合而成其变，变成而天地之代用见，万物之生化出，其理其事，故显然如指掌矣。洛书言数，
有名用者，有名变者，有与道同者，有与人事同者。大别之有三：一、图中之数，与合图异。合图为55，洛书则45。此由天地生化，阴阳消长之数使然也。合图言体，阴阳平均，此合乎道者也。洛书则重在用，用者以阴从阳，以阳统阴，阳主阴从。天包的而生化方就其序，故阳数25不变，阴数以30变为20，名阳道长长，阴道长消，而以立天地之极，正阴阳之位。彼下无见上，小无临大，并欲不害，并生不贼，而全其用，以至无穷也。乃谓阳位者5，谓阴位者4。阳居4正，阴居4偶。阳正为中宫，阴环，行4极，而后名正事顺，体见用周。虽阴阳4失其平衡，实则如是方得其平衡也。盖阴气不可长，中极不可乱，以5之阳正立中宫，而4为2气，人自平均，未尝偏颇。此其位数以45位制也。一、洛书之数，阴阳平列，而与合图位亦序书，与合图数同而相二者合也。则合图明天的生成者，所生成为5行，其位限于5。又合图明天的偶合者，其合以顺逆，故序为一阳顺阴逆之力。洛书则由合图而推其变化，以及其用。所象在生成之后，自5行推至9宫，以明生化之序，由25而可推至无穷也。故数位分而为9。又洛书明生化之力，本于2气之交错，2气分合，生化以重，则数序之行，亦循环往复以至无尽，而其序或顺或逆，或以彼就此，或分此合彼，互相推移，成其变化。此亦天地生化自然之序，万类消长一定之力，有不易而易，不变而变，而变人不失，亦人不乱之道存焉，故与合图有同义也。如阳数东北原位，以水木之生成，先后天之所示。言先天之生成者守水，以天之一气出化也；言后天之生成者守木，以天之2气在化也。故卦象以6为坤之用，定爻之数，以3为卦之数，以8之自成，为全卦之数，皆取乎水木之数，以领先后天一切生成之象也。若西南之7、9，则先天后天之生化各异。先天之火在南，数为7；金在西，数为9。而后天之9属火非金，7属金非火，二者恰异其数，故变其位。盖火之与金，本相克也，非同水木之相生。既克则有胜有负，火之胜金于先天，
则精必附于后天；若盛而不附，则生化将穷。更贺后天变化可言哉？故在洛书火退而息，精进而难，恰得其反，以成其序。盖五行之身，火必因土而后生金，既互益其位。人的受中央之土气，而后不相克而相生，生克之间，即在此异位数耳。且因变化之力，必二气之平衡，且相的有何也？以火宜西，以金宜南，一则九与一对，一则七与三对，皆合时而受土气，以自成后天之化。即以因数言之，其变力异同，以二之皆七，而人不失火之生成，以二之对八而合时，以受土气。此二之必宜西南与西七皆也，其他四六八皆然。既以此互益，而后相得，则其原位必依此变异而后成用，此故自然之理也。一、洛书中宫之数5，河图之数15。何也？则以河图土之生成数全，阴阳之体，不可少也。洛书以民用为主，土之德在5，言5以该时。前讲河图以详其意，而洛书之仅举5者，又不独以土德用5之力。盖洛书明生化之变，为后天之象，非河图可比。后天之力，以生化为用。生化之道虽本于五行，而非止于五行，故其象数皆变河图之原力，而成心力。后天者以生化无尽为用，故各方之数皆由内而外，由寡而众，以分合变化是生化者也。生化既重，象数亦繁，而病生不害，病愈不乱者，亦有终极也。终极止于一，此数用5而去10，名其不二也。天地之道一言可尽，谓物不二则生物不测，此即尧舜执中之道，以本于天地之用，而见于洛书者也。天地以5为中心，五行以土为根本，万物万事以中以为利极，皆自此象见之。以天道言之，则一切生化之术，不离于中5，而用以广，德以大，万物所以，万术所持，皆此5也。故曰天地心，亦阴阳之中气，五行之中道也。以人道言之，5者众德之本，即中和也，义也，至善也。以失于世言之，即仁也，忠恕也。谓人生不可失者，故圣人数之为交，以直中用中，谓万行之先。易传曰显诸人，藏诸用。此二语即是洛书者也。洛书之中5，即人也。而曰藏用者，则言洛书用5藏时也。夫阴阳二道，相以而成用，而阴必藏，阳必显，一藏一显，其用始大，
物与时皆土数，即土德也，亦属于人；阳也，亦属于智；阴也，用人而藏智，人显而智不显。藏也者，非去而不用，言藏之于内，不以显也。盖天下之道，必守德行。人为人之全德，亦天地之全德也。若智者，以成人之用也，不可独用。人显其德，而智全其用，则用不显而自大，是中庸成己成物之功。所谓不虑而终，不思而得者也。为圣与至诚则之，以人之身本乎人，人之德无不全也，而至诚之，即阴阳之道也。显人藏志，志在人中，即夫阳一阴之道也。此义则本于洛书。洛书显无而藏实，非无实也。四正四余，所合皆实，即所谓藏也。藏之于内，而独显物，以明利己之意，实为天地微妙之道所见者也。天地之功，见于生成皆仁德也，不见其智，而功莫与大，此即能藏其智以成其用也。人若忘乎此义，不显其人而用智焉，是背天逆道，无不败矣。上贺成哉！故洛书用武之意，至深切矣。洛书明变化之力，是生化之用，其所包者广，此略举其大者耳。要将河图之象数，与之一一对参，而求其变化之机，则可见悟天地生物之则。圣人亦教之心矣夫。宗主复注：天地生化之功，全在气化，而气所致，数自见焉。验数则知造化之功，而民用则知生化之理。天地生化，皆有定序，有细有分，有味有类，无丝毫含混。欲明其故，必先求其理。此洛书与河图为圣人所重，权益卦象，莫不自二图出也。而洛书有要，以其民用之力，与易后天卦象同义。求义理之明者，必从后天卦象；求天地生化气数之变者，必从洛书图例。此不义者也。图得其体，不解其用，是知常而不知变，知往而不知来，魔所用也。故明河图之数不足奇，必更明洛书，方可以通神明之德，类万物之情，而天下万事万理来往变化，莫不自洛书印证而后的也。图表三河洛卦为河图，河洛大旨，复甚讲述。河图附于龙马，洛书成于圆规，以其所出见在河洛也。故名河图洛书。图之初，虽以马规，象之真则符运数，盖天地自然之象，显于物者也。既出见于物，得圣人解之，以造成人文之始，而意象乃具，是河洛二图者。
天地之文显于物，而用于人者也，为天地之神，能自成之，为物显之，为人用之。盖合天地人物四者之灵，而后见其功，成其名，以广其德，者其道。其为物，其可轻言哉？观意象之所本，六经之所仿，百度之所制，一切政教之所创，其为人文之祖，文化之源，故无他物可与方矣。图书之象简，而包举天地之间，生成之德，变化之道，尽气数之妙，是形神之权。故以一而该万，终而利极，有同义道者矣。其所名用，在顺自然之序，而推其不息之功；在本生化之源，而溯其不二之道。由天地之负载，人物之生育，而莫外于至一至终之极者也。然考其用之大利，有数则焉。一、合图者，名谓之用，谓无动也。洛书者，名实之用，实有变也。合图立天地之极，而见其体，是名谓之不动，有其生成之序也。洛书列天地之序，而者其变，是名实之实迁，有其往复之情也。二者大利，一体一用，一守中而利极，一循行而不穷，是天地生成始终，道德气数往复千变，可见可真者也。一、合图者，名天德之生成也。洛书者，名万物之变化也。合图自阴阳二气之生成，而五行出；洛书自五方之推迁，而九宫见。五行为万物之本，数简而未定；九宫为万物之变，数繁而行周。此生化由简而繁，气数由正而变之力。故合图之数，自一至十，不离五行，而成生成之母。洛书之数，自一至九，划分无尽，而明往复之理。其力如一六之水，则化为一与六之北，与西北二宫；四九之经，则变为九与四之南，与东南二宫。于数皆然。虽水火之数不异而未移，火金之数互异而未改。在合图可名为水火金木，在洛书则称为四正四余各宫。正由一之两仪，一变为四象，在化为八卦。其数以由合而分，其物亦由寡而众。此天地生化自然之力，而义之所以为义也。若执合图以示洛书，则将至而不通矣。一、合图者，以数记二五之本质；洛书者，以数明九宫之循环。合图不动而自生成，洛书以动而行变化。合图向天地出电，物类自生之时；洛书向万有俱成，气数并行之力。其合于意，则图如伏羲之卦，定位明序，而立其极；书如文王之卦，
变化错综，而推其用。二者各有其所向，亦不外造化自然之理数，可真于物，可验于形，可后于时令，可证于天地之文，可通于人物之生育千变者也。故河图之象，不异而异，如天地之道也；洛书之象，异而不异，如天地之德也。就河图推而上之，可明天地之自始；就洛书推而化之，
可知万物之将来。而天道已明，人道已见，天人已达，性思顺，气数乖，精止思定，此意之所以立，谓象天道以定人道者也。夫河图之数变，而洛书之象已成，其属于天道者，万物生化自然之象也；属于人道者，则扶阳一阴，终极不动，显人藏用，中和以成之意也。盖天道远，人道耳。天道精微，圣人则之；人道明义，众人能之。必以人道为言，而后众人可以通天道也。河图之属天道者多，洛书则喻人道，以后天之事，唯以人道为及物也。然人生自天命，人道出于天道，非天道之外有人道，乃天道之见于人事，而以取法者，故名之人道。名人之所当有者也。道路也，由之则可行；人生由行路也。由道则全其身，大则治平之功，小则孝弟之事，远则圣贤之德，近则日用之常，皆必由是而达焉。此人道之所以为重，而次于天道，又先于天道者也。洛书之象，由河图而变，即由先天而为后天，亦即由天道而入人道，此可真之于其数也。五行云者，非尽指水火木金土也。凡物与世之同列，而有五者，皆是，亦如两仪也。故在时有春夏秋冬四季也，在地有东南西北中央也，在人有心肝脾肺肾也，在胃有酸咸辛苦甘也，在阴有宫商角征羽也，在德有仁义礼智信也，在伦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也。其类正多，要皆五行也。行者，言其周流往复循环而行不相害也。故一年之40象之，年以40成岁，而土旺于四季。如河图以水火木金定四方，而以50之土立终极也。至洛书则方之4者变8，中之5者终不移，则可知天道之行，有化少为重，变合为分之力，而终极不易也。去其实者，亦阴而扶阳也，显人而藏用也。此即人道所始仿也。人之于身，有德业焉，有事功焉，不得徒生也。故天命之性以成其德，人是也。天父知之以立其功，治是也。人之以人成性，则道成而生权；以治立功，则事成而名贵。二者人之所以为人也。然必显其一，而藏其一，以合乎洛书之象，而弃乎天地之德。若不能显人藏志，则有功无德，失身之本；若不显人而徒用志，则反莫为本，离性日远，去道日盛。不独无以全身，必反因以蛊惑。盖智者，
用也，末也，必有本体谓之先焉。失其人而为治世上，是舍本逐末，失体求用。如不知经纬，罔之纲目，其谓数书，谓思义也。故自太极以至无穷，谓数虽殊，谓气无二。而数之殊者，非殊数也，数之自加减乘除也。故数殊而不殊，虽由万物至于无穷，人不外此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之数，不过有其分合变化而已。故数之殊者，数自殊之，非数外有数，则由气之不二也。阴气不离阴阳，虽有错综生化之殊，人不失其为阴阳。故气无殊，数无殊，数以计气，气之所至则数成，数之所见则气。
答：气数无殊用也。河洛者，名气数之用，是天地万物之始终者也。果明其变利，则天下之气数，皆可推而知之，以其用因变而后见也。是魔所变，即魔所用。果无变无用，天地已归斯灭，更何河洛之徒存哉？唯其片多则用神，用神则天地无极，人物无尽，莫不在此气数之中，即莫能出此图像之外。而后河洛二图，乃为人之所必明，是之所必重者矣。河图与洛书异同之处，即气数变化之机，与天地万物生化之力。其所列虽仅此九宫之位，五行之名，而其类推，可至无尽。欲明其变，可就意象证之也。所须知者，河洛之变何自来？其气数分何所本？此则求明天的生成之序，人物生化之数，所必留意者也。兹是论之。洛书之数，因河图而来，即万物之生化，本天地五行所出。如五行生自二气，即天地也，以见河图；而九宫变自五行，即五方金木水火土也，则见洛书。而九宫云者，非言九物，或九事也，以数尽于九。九宫足以包数之权，天下之物，尽在九数中，则莫逃乎九宫之外。故九宫者，万物万事之所立数，而万数之所循环者也。无论生化之无尽，所推所演，莫不尽于九数之中。有九而内，则反于一；有九而外，则推至无量数。数虽无量，人不外此九也。干之用九，以尽天下生生之道；而大衍之用49，以及天下往来之数。其曰大衍者，由中数之5，而10倍之也。衍者，推衍也，推其数之所至，而足以包举一切数，故曰大衍。以数之老阳在9，老阴在6，6、9、54，去中5，而得49，即大衍之用。此亦河图洛书所有之数也。以其数之众在变也，则河图之象变为洛书，所使在金火互异位也。以金之9，为先天数，若已变，则属火。离代前用，离为火，而干为金，故其位随前离而异。此异见者也。其间上含生意，即以数之成，乃因气之行，气之行也。非至于一方而不动，必周流八方而无息。以谓言之，则河图之火与水对，金与木对，数随五行之气，而定其方，魔所异也。若以时言之，则洛书北方之1，与东方之3，亦属太阳，亦属少阳，而后南方亦以9，
西方亦以七，亦宜太阳，亦少阳，其位互异，而后正对，以其气之纪行，不复如河图之出生也。河图之气，以阳生阴，以阴继阳，故阳老于西方之九，而阴四继之；阴老于北方之六，而阳亦成之。阴阳互根于定位，而相得以和，而生成之功乃见。此其以气之出生为象也。若在洛书，则阴阳已分，二气环行，行者有序，太少必对，是以北方之一，南方之九，一时一中，皆太阳；东方之三，西方之七，一生一辰，皆少阳也。阴气亦然。东北之八，西南之二，皆少阴；西北之六，东南之四，皆太阴。两两相当，以周行于八方，而成一阴一阳之道，遂不可不议其南西金火之谓也。此例可以一岁正之。春与秋对，冬与夏对，一寒一暑，相当其领，而一岁之气，周而复始，如环无端，此其用之可明者也。故洛书之象，象后天以定之气数，阴阳叠星，数谓周流，以成其往来不息之德。不独岁令然也。即一人之身，一日之昼夜，无不如是，皆以循环为律。此即洛书以明变化之用为象者也。且数之既变，有数立焉。阳之合阳，则反为阴；阴之合阳，则化为阳。故二阳相遇，则成阳中阴；二阴相遇，亦为阴中阳。此在太少之外，更有阴阳也。是亦与九对而成时，则九为阳，亦为阳之阴；三与七对亦成时，则三为阳，七为阳之阴。阴数亦然，故四于阴数，东北西南为阳，相对为阴。其所以然者，合则变，分则化也。后天之数多杂，无纯阳纯阴之物，以其不能生化也。洛书之数，参五错综，各有其分合之用，故变化无尽，不独火金之意，即二八之意味，亦其力也。天地生成，全依此阴阳之模当，而后万物生化，世界悠久，以气无穷，此所谓造化之机也。其行也，则以往来为则，循环不已，以成其生生不尽之功，即至诚无息之德也。故气之阳者阴之，阴者阳之，天者下之，地者上之，左者右之，右者左之，相互以生，相交以成，不独金火之互换也。故东南西北，四方之序，不似河图，自一至九，九宫之数，不同五行，而后见后天之道，
明世间之术，如河图始于北，而洛书守东。河图因逆阳顺，以一系行。洛书均分二系以往复，此皆二者同义，可资考证者也。盖先天之象，由无入有，其始生也。因气之动，后天则以生成之后，万物随之生化，气以流行不息，数以变化不穷。其所以异者，皆自气合之，而气者内真于道，即理也；外真于象，即术也。理术之间，不可过求其机，以有神也。神欲其用，故天地有主宰之术不易，而神不可测，以其为业。是阴阳之事，不可识之以物也，为神通之，气感之，故圣治之事也。以义言之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，言非义明也。而气数之常变，吉凶生焉，祸福降焉，则尽人所当之也。故逢其和，视其宜，去其逆，塞其空，谓趋吉避凶之道，不可不讲。此术虽止于九，而用可千万；物虽止于五，而道将无穷。如水之术，遇金而旺，遇火而尊，遇木而退，遇土而死，其道有穷通也。他行皆然，以术合之而自补之，则吉凶无顿晴，祸福有定数，不必求之人也。是故术之为用，合道民生者也。知术之深，顺术顺道，其所指者一经一切，习乎人之不讲，而不明人力教之旨，斯可慨矣。宗主附注：一言术而本于道。古人言道即天命，故道与术同出一名。后人以道属于理，术属于运气，遂有性命之分。实则性即命也。古书性命二字无二义，天命之谓性，中庸守皆之告人，而使人之身所自来，不明性命，即不知其身，此以性自从身也。若何言之？性之所存者道，命之所行者术，皆一气所化，非二事也。故言道即有术在，言命即有性存，一行一存，原不可分。分则命亡而性亦失，术逆而道亦为。此古人言一必该二也。一之言术莫外乎道，道始于阴阳，则术本于二五。合络者明二五之推移，象阴阳之生化，谓术言，亦谓道言也。苟得其意，而了然于心，则行合乎术，亦存乎道，内外大小，亦以贯之，魔所疑惑。此圣人拈出立教之旨也。夫子以人为希思义，于图书所向，淡然视之，不以为神怪难机，则以为术乖正，而攻讦之，抛弃之，等于无用之物，
遂使道术不明，幸令图讲，此可慨矣。故命复甚就前之讲义，引而深之，以导后人而明义教。读者故当细心玩味之也。弘教附注。复甚所讲河洛图像变化之理，理、气、数三者一元，明此方之人修道通神，能知天命，亦使神鬼，延伸不老之道，无足其意。以洛书以明白指点，只是人不注意也。及后来6人遁甲，8正9功，一切术数都从此出。人知术数之妙，而忘河洛之精，所谓逐末忘本者也。要知一切术数，皆从5行生化，9功往复。河洛指向其大力，未演其变化，故人不能明其用。后世河洛理数一书，推演颇精，袭人呼之，而不知河洛图像自然变化，无可疑者。果从河洛二图，悉心推演，自知推不知理，与术数之用，且无不合乎道功者也。又复甚此文，重在说明术用之力，而指出后人之疑惑。要知术自气成，凡吉凶祸福，皆气所感。人求顺术，必先习道，以养气为本。气之在空中，天人痛之，一变异常，无非气所合，此谓术之本。不明此理，不可言术也。宗圣讲述，古时象术，西本河图洛书，是谓意象之源。河图附于龙马，洛书成于文龟，皆天地自然之象术，而圣人则之以演绎，盖所由来者远矣。在天成象，在地成文。天地之象术，即由天地自成于人前，神道之感应，为人道所昭彰，故上世常见之事，以地天由通，神人识气，人习于道，无不通神，则神亦降其灵，滋人以智，发人以道，非可易也。故图书出，而人文以创，天地之道见，而人道以明。人之有文化教育，皆始于天地自然之象数文章，虽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，而溯源探本，则有所自矣。故图书者，意象之祖，欲明意象，必明图书。如木本水源，不得其故，则之流莫可纠结。是以夫子曰：“50学艺，言由图书以穷象数也。”天5的10，50为天地中心，天地之道由此见，人道由此立，故50为图书之中数，由义之太极也。太极在数曰一，在位曰中，在性曰至善，在气曰纯阳，谓无始之始，万有之宗，老世之天下母，即指此也。而其大包无外，广尽万类，故属天地之中，
亦天地所自成也。数虽自一至九，而其宗则五与十。五十分裂，则乾坤定位；五十合用，则大衍成形。故曰五曰十，或五十，皆数之本体。其他则用也。乾用九，坤用六，九六为乾坤之用。干数集于九九，坤数包于六六，人之数七，艮也。其数尽于七七，此大衍之用49，指人道也。天地之道，由人而明；天地之术，由人而用。故大衍之术，以七七为用，而天地之术在其中矣。合则成用，分则位位，交错则变化生，乘除则盈虚见。而其本是，莫外乎图书之术也。合图洛书之象数，谓自然象数。义之象数，则本图书而推其变化之象数也。义与图书有同义，但天地象数，终不外图书所有者，致其变化，虽推之无尽，仍不能有为于图书之力，则由天地生成之数定，不可越也。自上而下，则二五复形，而万物以生；自下而上，则万有归一，由行反生。故图书之数，是一中九，50在中，而二气五行备具，其化生万物，则以用言，以二五互交，推演位数，所谓二五构经世也。故其数阳五阴五，阳以顺行，阴以逆行，相交以生，相克以变。而孤阴独阳，则不生不变，亦以乾坤交用，坎离相制，以成生克，而行变化。由数之用言，则阳者1379顺行，是一中九，其位在西；阴者4286逆行，是4中6，其位始于西北。阳以9中交阴6，故阳数用9，阴数用6，九六相中使循环以生成变化，而50主于中央，为天地终极，万物枢纽。此图书象数之大概，即为一所本者。干之用9，坤之用6，即准合图之阴阳数也。观合图所列之数，作为环形，则1379，由北而东而南而西；而4286，则自西北而西南而东南而东北，一环而中，始为50在中焉。洛书亦然，不过其用有异，由方圆不同也。由北之1，东之3，则以皆西之7，南之9，皆阳数也。其阴数则西北6，东北8，西南2，东南4，亦由东南之4，西南之2，皆东北之8，西北之6，相环以中始，正如合图。而五在中焉，其不同者，主先天，书属后天，
一体一用，一位一时，故络书之术，以相交而行，而合图则相贯也。络书之谓，以东南与西北易数，而合图则顺逆依序也。宗主书数，合图之术，本于天地生成之象，盖自无入有，首位太极，一气既动，两仪已分，两气相当，五行已具，故合图象之。其数自一至10，分为阴阳，阳其阴偶，各得其半，而生化之本，必基于二气之和，五行之分，即由于阴阳之变，其生化也，以一阴一阳相合而成，乃于世数中，以阴合阳，以阳合阴，天生则地成之，地生则天成之，故1至5为生数，6至10为辰数，生辰2数，各居阴阳之半。如将筹笔算之，自左设阳筹，右设阴筹，则左数为1、3、5、7、9，右数为2、4、6、8、10，左右各半也。更将其配合之，为左设申数，右设辰数，则左为1、2、3、4、5，右为6、7、8、9、10，亦各半也。皆以相得而合，而后有物生焉。故自左之一阳，合右之6阴，而水生成；左之3阳，合右之8阴，而木生成；自右之2阴，合左之7阳，而火生成；自右之4阴，合左之9阳，而金生成；更于阳之5，合阴之10，而土生成。此为五行生成之次序也。其生与成，恰为相当之谓，故其数相得。如1居左手，6居右手，故恰相得。有子与5对也，是谓配偶之定例也。因其位相当，而数相得，使有和，而见其生成之功。此16居北，27居南，38居东，49居西，50居中，以既合而后同居，亦如人之夫妇也。故其位之相配以次，数之相得以序。虽有1、2之殊，却非父子，而为兄弟，不得视为水生火也。然五行之数，亦为二气之量数。如1、6为水生成数，亦即水之量数，以阳1、阴6，为其成分也。其所差5数者，系以5之前为生数，即生气。其气能生不主成，而成气必木5以下，由之日与夜也，非至日落，不得为夜。以生气为静，不见成气，故一必与6合，不能与2、3、4、5合也。1、6既合，其次则属2与7。2为阴，7为阳，2属生，7属辰，阳多阴少，乃为火之成分，亦如水之1、6合也。以下皆同，盖五行之数字，
包括数义。一是阴阳之成分，一是生成之先后次序，一是五行之量数，一是二气之分合总数，一是二五之化成元数。其义甚广，而无不相通，实天地间之数，不得一义者也。如天一的二，谓之为阳阴次序可，谓之为天地气分量数亦可。论五行生成，则次序也；论五行成分，则量数也。论生成次序，兼是阴阳量数，而以计二五之精气所行，与天地之行气所积，莫不一致。故河图总数55，即由16、27、38、49、50相加之积，其属天者25，即阳数之积，为最清清之神，故居上而名天。其属地者30，即阴数之积，为重浊之精气，故居下而名地。其实一阴一阳耳，其间所差者5，此为元气之谓化者。虽在天地之中，却非55数之内。盖可以名而无名，可以数而无数，故谓中气。即阴阳之间所差之数，